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讯息。俄罗斯巡航导弹数量不足，使用反舰导弹来凑数。俄乌谈判取得重要进展，乌克兰方面提以中立地位换取安全保障，俄罗斯是否会就此收手？韩国成功发射一枚固体燃料运载火箭，誓与朝鲜展开火箭竞赛。精彩节目即将开始。俄罗斯巡航导弹数量不足，使用反舰导弹来凑数。数天前，俄罗斯发射的 P800 超音速反舰导弹摧毁了乌克兰军队在奥德萨地区的无线电侦察中心，而该导弹主要是为了攻击巡洋舰和航空母舰。为何俄罗斯会使用反舰导弹来摧毁地面目标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俄罗斯军队目前存在的困难。在持续1个多月的俄乌战争中，俄罗斯军队由最开始摧枯拉朽般的进攻，到现在围而不打，进展艰难。除了战略上的准备太过仓促外，另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其军队的高科技武器数量不足。跟美军的地面战前先用高精度制导导弹大规模洗地不同，俄军在进攻时犹犹豫豫，放不开手脚，说好听点是为了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其实就是高精度制导武器数量不足。最近几日，俄罗斯海军从海上发射 3M54 巡航导弹，对乌克兰内陆目标进行打击。然而，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中能够发射巡航导弹的战舰仅有3艘 11356R 型护卫舰，4艘 21631型轻型导弹护卫舰和3艘22800型小型导弹舰。每艘战舰搭载8枚 3M54 巡航导弹，就算加上潜艇携带的巡航导弹，能够使用的巡航导弹也仅仅在100枚左右。据美国国防部称，截至3月26日，俄罗斯还拥有约 50% 的巡航导弹储备。然而，俄专家表示，现在俄罗斯国内的军工联合体工厂正在3班岛满负荷生产，每天都在补充高精度武器。相比于美国人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在1个月内就消耗了大部分战斧巡航导弹，现在俄罗斯已经打了1个多月，巡航导弹还有 50% 的库存。美国五角大楼分析认为，俄罗斯的 3M54 巡航导弹本来应该在3月20日左右消耗完毕，现在俄罗斯可能才抠抠缩缩使用了一半的该武器。而美国人怀疑俄罗斯的高精度武器库存有限是有原因的。俄罗斯在最近的10年左右时间才开始大规模生产 3M54 巡航导弹和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这种精确制导弹药，再加上相当其中一部分已经在叙利亚战场上消耗。其次，俄罗斯必然不会冒险耗尽其核心储备，还要考虑到北约可能参与冲突，因此必须留有后手。这意味着即使还有一半的库存，但因为绝对数量本来就不多，因此俄罗斯的精确制导弹药库存已经相当紧张。而这次俄罗斯为了弥补巡航导弹不足，动用黑海舰队驻克里米亚的 K300P 堡垒反舰导弹部队，向乌克兰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更是反映了俄罗斯目前缺少精确制导弹药的困境。K300P 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可以用来攻击海面与陆地目标，其中装备的 P800 超音速反舰导弹有效攻击距离为300公里。虽然与 3M54 巡航导弹的2000公里的战略打击相比腿短了许多，但是打击近在咫尺的奥德萨相关目标还是可以的。并且美国声称俄罗斯已经与其他国家就紧急向其供应某些类型的军事装备进行了秘密谈判，但这些装备究竟是什么尚不清楚。美国指出最可能是高精度导弹和无人机，但军火贸易是一向是非公开的项目，交易通常只有在已经签署之后才会宣布，尤其是处于正在进行的战争中，俄罗斯要如何摆脱缺少弹药的困境，是目前俄罗斯急需解决的问题。俄乌谈判取得重要进展，乌克兰方面提以中立地位换取安全保障，俄罗斯是否会就此收手？2022年3月29日，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谈判代表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第5轮会谈，这也是近3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谈判。会谈进行了3个多小时，结束后双方都对媒体发表了声明。与前几次谈判的僵持不下相比，这次会谈可以说是取得了一些成果。土耳其外长表示，这一轮的谈判是俄乌谈判中最重要的进展，甚至认为取得的进展足够让普京与泽连斯基举行面对面的元首会晤。乌克兰谈判代表在会后表示，乌方在会谈中提出的建议要以中立地位换取安全保障，承诺既不会加入军事联盟，也不会让外国军队进驻。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3月27号的发言相符。当时他表示，乌克兰准备谋求安全保障、中立地位和无核地位。乌克兰方面的提议还包括就克里米亚的地位问题设立一个为期15年的磋商期，但是只有在完全停火的情况下才会生效。对此，俄罗斯方面则承诺大幅减少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切尔尼戈夫方向的军事行动。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亚历山大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建立互信，并为双方进一步谈判创造必要条件，而俄罗斯似乎确实将其宣布的措施付诸实践。30日，乌克兰总参谋部宣布，在首都基辅和周围地区已经观察到俄罗斯各部队的撤离情况，同时俄罗斯对基辅的轰炸也有所减少。按理说，这应该被认为是俄罗斯方面为结束冲突而采取的一个友好行为。然而，真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就在会谈结束的29日当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称，乌克兰人并不幼稚，我们已经从这34天的战争以及过去8的顿巴斯战争中学到，乌克兰唯一能够信任的就是实打实的结果。美国方面表示，俄罗斯减少军事行动是重新部署而不是撤军。德国商报也分析认为，普京只是在重组他的武器部队并改变他的计划。美国彭博社则分析称，俄罗斯宣称从首都基辅附近撤军很可能是战术性的。俄罗斯指挥官已经表示，他们的计划重新将部队集中到东部，从而解放顿巴斯地区。报道援引一名接近克里姆林宫人士的话说，冲突降级并不意味着停火或者从首都周边全面撤军，很可能是俄罗斯现在的目标是拿下东部卢甘斯克省和顿涅茨克省的全部领土，以及一条从俄罗斯边境通往克里米亚的陆上走廊。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则表示，普京的目标仍然远远超出顿巴斯，我们不应该因为俄罗斯暗示他将减少基辅周边的袭击而自欺欺人。科比表示，五角大楼不准被称之为后退，因此俄乌双方立即停火的可能性不大。韩国成功发射一枚固体燃料运载火箭，誓与朝鲜展开火箭竞赛。就在3月24日，朝鲜刚刚宣布成功发射的火星17洲际导弹后，2022年3月20日，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表示，其自研的固体燃料运载火箭第一次试射取得成功。这是自2021年7月该火箭使用的固体燃料发动机点火试验成功后，韩国航天再次取得的重大进展。基于外国媒体报道称，以往韩国发展固体燃料运载火箭受韩美导弹指导方针限制，但在2021年5月，双方首脑会谈给韩国放开限制后，韩国方面开始加速研发火箭技术。除大型固体燃料发动机技术外，当天韩军方还验证了火箭整流罩分离、火箭期间分离等相关技术。报道指出，固体燃料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将推动韩国自主发射军方小型侦察卫星。当然，在点亮了运载火箭的技能后，想要解锁弹道导弹的技术就是轻而易举。由此看来，这两个朝鲜半岛上的邻居这次在弹道导弹领域的竞赛更为激烈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你认为俄罗斯的暂时后退是否是为了更进一步军事行动做准备？欢迎将想法打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